我和景王大婚当日，他的小青梅在我那杯合卺酒里下了绝子药。我只是开个玩笑，我不知道王妃真的喝了。王王错了，殿下，王王愿给王妃赔罪，入府为妾，生下的孩子都给王妃抚养。不要，你是正妃该大度些，如今无需你生养，婉婉替你生孩子，你还有何不满？从此，我成了绝嗣的王妃。小青梅与景王在王府恩爱非常，生下2儿2女。从此，京城中人人只知婉侧妃，不知正妃是何人。我在后宅中郁郁而终。你占了这些年正妃的位置，够久。若不是需要你父兄的兵权扶殿下上天，怎么会容你做正妃之位？初瑶，我后日便要封为太子，这太子正妃只能是婉婉。你还活着的话，让婉婉怎么办？我被灌下毒药，死在了景王册封太子那天。再睁眼，我回到了成亲那一日，请王爷王妃喝合卺酒。喜娘在洞房里大声说道。我看着眼前的酒杯，那沈婉婉真是心急，吓得要连粉末都未擦干净，眼中闪过一丝冷意。我不着痕迹地端起景王傅承安的酒杯，把我的推给他，随后含羞带怯地开口：妾身想与殿下饮交杯酒，听说夫妻兑换才能长久。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长长久久。傅承安举起酒杯，与我一口饮尽合卺酒。酒杯还未落下，便有人从外面推门而入。哎呀，怎么这么快就把合卺酒喝了？殿下，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作弄一下王妃。民间都有闹洞房的习俗，我只想开个玩笑，在王妃杯里下了药。我立马惊呼一声：你是谁？你为何要在我酒中下药？众人面面相觑。沈小姐，虽然你与殿下青梅竹马，可如今殿下成亲，你怎么敢用下药这样的事来开玩笑？对呀，何必扰人洞房花烛啊？傅承安站起来，护住沈婉婉。王妃，她是沈婉婉，是我乳娘的女儿，与我从小一起长大，性子骄纵了些，你不必在意。你来干什么？我说过今日大婚不可胡闹，怎么敢开这样的玩笑？沈小姐，你快说你在我酒中下了什么药？快传太医！殿下，我不是故意的，我来王府时路过药铺，看见有人在卖绝子药，我看着好玩便买了一些，我想着在洞房的时候吓吓王妃，让她以后温顺听你的话。我想好了，在你们喝酒前会进来阻拦，可我刚在外面摔了一跤，迟了一步，没想到王妃就把酒喝了。绝子药，这酒是皇上赐的合卺酒，你居然敢在酒里下药，你好大的胆子！来人，把他拖下去！殿下，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而且这个绝子药也不知真假，万一是假的呢？难道王妃就为这不知真假的药要打死我吗？初瑶，婉婉还小，只不过想开个玩笑罢了，她也不想弄成这样。你放心，你如今是我明媒正娶的王妃，就算你喝了绝子药，我也不会嫌弃。这正妃之位就是你的。都是王王的错，如今说什么都太迟了。王王给王妃赔罪，王妃喝了绝子药不能生养，王王愿意入府为妾，生下的孩子都给王妃抚养，以补我的罪过。可还真是跟上一世一模一样的说辞，可惜这一次我不会犯蠢了。我皱着眉，厉喝道：你绝我子嗣便是谋害皇嗣，这是死罪，你好大的胆子！好了，婉婉也认错了，再说她不是存心的。今日是大喜的日子，难道你要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绝子药打杀她吗？正妃的气度你总要有吧？你如此斤斤计较，哪里当得正妃之位？他一脸振振有词，像是我在无理取闹的样子。我看着他一脸无所谓的模样，心中冷笑连连。上一世他也是如此，口口声声都是说我没有气度，斤斤计较。我当时忍气吞声，以为便是识大体，不料正中他们下怀。给王妃下绝子药，如此这样轻放，景王殿下觉得对我公平吗？被一个不知所谓的乳娘之女下药，把我镇国公府的面子往哪里放？如今事已铸成，你要如何？难不成你要打死他吗？他也不是故意的。新房的事闹得大，外面的宾客很快知晓。皇后娘娘派了贴身嬷嬷前来劝说。景王妃，皇后娘娘说姿势体大，婉婉姑娘的错她会罚。可今日是你和景王大婚之日，事情不可闹大，这关系到皇家颜面。很好，针不扎自己身上，永远也不知疼。殿下真的认为，就算他下药也是小事？好了，婉婉也道歉了，便罚她将女则抄10遍，不许再胡闹。给王妃下绝子药，只罚抄女则。还好，这一世喝药的不是我。王妃，还是叫太医来看看吧。不行，殿下大婚之日就叫太医诊病，岂不晦气？还是婉婉心细，不如明日再叫太医吧，也不在这一时。殿下，我们小姐可是你的正妃啊，如今被下药，连叫太医都要等明日吗？小姐，我们派人告诉国公爷吧，让国公爷和夫人给你做主。我再一次看向傅承安，殿下真的不愿意追究沈小姐的过错吗？我说了，婉婉只不过开个玩笑，过火了一些。她也说了愿意生几个孩子养在你膝下，你还想如何？你抓着一杯酒不放，把好好的大婚之日闹得不可收拾。你若不想做这个王妃，大可让位，有的是人想做，必不会像你这般任性小气。
我笑了，轻轻抚过酒杯。我小气，我这都是为了殿下，因为刚才喝我那杯酒的人是殿下你呀。我的话如惊雷炸开，傅承安脸色铁青，怒吼道：“你在胡说什么？”我指着他面前的酒杯，刚才喝合金酒，我与殿下交换了酒杯，以示长长久久。殿下忘记了吗？我喝的那杯是你的，你喝的是沈婉婉下了绝子药的酒啊。殿下刚才是喝了这杯酒，是这个女人好狠毒的心肠，这杯酒本是她喝的，她为何要给你喝？她是故意害你。没错，这杯下了绝子药的酒本就是他给我喝的。上一世我喝了这杯酒，绝了子嗣，从此在绝望和痛苦中活着，凄苦的过完了一生。看着他们夫妻恩爱，生儿育女，而我们云家为了傅承安付出了一切，父兄为了扶他上位，战死沙场，最后被他利用完后，一杯毒药毒死了我。上一世他劝我的话犹在耳边，这一世药是他下的，酒却是他喝的，很好。你可知殿下喝下绝子药就是绝了皇嗣？你这是谋害皇嗣，是诛九族的大罪。我没有要谋害皇嗣，那药本是下给你的。你给我下绝子药，你好大的胆子！你可知我是靖王妃，你胆敢如此？如今绝子药被殿下喝了，你可知后果？傅承安跌坐在凳子上，大吼道：“马上叫太医！”现在知道叫太医了，可殿下不是说大婚之日叫太医不吉利，明日才让叫太医吗？来人，快叫太医，把沈婉婉压下，谋害皇宗，这是诛九族的大罪。消息传到了前厅，太医匆匆赶来，而闻讯赶来的还有我的双亲和兄长。娘亲爹爹，你们要为女儿做主啊！这个沈婉婉居然要给女儿下绝子药，景王殿下还护着那个沈婉婉，说我气度小，不配妃位。如今那药却被殿下喝了，不知殿下身体如何？也许真的绝嗣了。真好啊，双亲仍在，兄长也好好的。这一世我会好好护着我的家人，不会再让景王伤害他们。好一个不配为正妃之位，难不成被人下绝子蠢药？我妹妹还要大度？景王殿下说的如此，你喝了，如今还能说得出要大度的话吗？我妹妹堂堂镇国公嫡女，难不成被一个乳母那个女儿下药还要忍气吞声？这姓沈的是什么金贵的人物？殿下，是云初要害你，是他让你喝了药。这绝子药哪里买的？药性极烈，这下药之人怕是下了重手，殿下怕是不能再有子嗣了。当然下的是最重的药量，无任何挽回的余地。景王两眼一黑，差点晕死过去。绝嗣意味着什么？对皇子而言，意味着与那皇位再无缘，这绝对是他争储之路。我要杀了这个贱妇！初瑶，还好有你陪着我。开什么玩笑？谁要嫁一个绝了嗣的皇子？殿下，刚才你说我不想做这个王妃，大可不做。我现在便告诉你，这个景王妃我不做了。凭什么你的婉婉给你闯下的祸事，闹出的后果要我来承担？难道我们镇国公府就这么好欺负吗？没错，刚才我的丫鬟在后面已把洞房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双亲和兄长。兄长大声嚷道：“刚才说是给我妹妹下药时，殿下不但不追究，反而怪我妹妹无大家闺秀的气度。如今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倒是拿出些气度来才是。你可是皇子啊！”皇后娘娘来了！我的安儿，我的安儿，这是怎么了？李嬷嬷上前将事情经过一一说明。敢害我皇儿，将那沈婉婉给我杖毙！殿下，请你看在奴婢的面子上，给婉婉留一条活路吧。殿下，婉婉与你青梅竹马，什么都不懂，我怎么会害人？都怪云初瑶那个贱人，是他害了你啊！还不拖下去！什么贱婢，也敢打皇子的主意！你们不能打我，皇后娘娘，奴婢已怀了殿下的骨肉，求娘娘饶命啊！怀了殿下骨肉。婉婉，殿下，婉婉已有了2个月身孕，这是你的孩子啊！你不要我们母子了吗？因为你说过只会让我生下你的骨肉，所以我才会在合金酒里下了药。我不想别的女人生下你的孩子，殿下，婉婉只是太爱你而已。他犯下死罪，可如今景王绝嗣，他便是景王唯一的希望了。这下连皇后也不敢轻举妄动。婉婉如今有了我的孩子，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了，你不能杀他。皇后一个示意，由太医上前诊脉。回皇后娘娘，沈厨娘确已有2个月身孕。景王妃，如今事已至此，只能让沈婉婉进王府了。只要你同意，日后她肚子里的孩子便记在你的名下做嫡子抚养，你意下如何？皇后娘娘，臣我与景深小姐是平相悦，又因爱而身怀皇嗣，如今闹成这个局面，初瑶不愿意夹在景王与沈小姐中间。况且她肚子里的骨肉是景王殿下唯一的子嗣，她应该出生便是嫡子。臣女自愿取消婚约，从此与景王男婚女嫁，各不相干。请皇后娘娘恩准，取消婚约。初瑶，你为何要取消婚约？你是因为我不能生养，所以要离开王府是吗？殿下，
在刚才以为吃下药的人是我时，你处处偏帮沈小姐，视我这郑妃如无物。如今她又有了你唯一的子嗣，我取消婚约不正合你意吗？不，我不同意，因为已拜我景王妃，我不会让你离开的。景王殿下，我将爱女嫁给你，可是你还未成亲便与别的女有了骨肉，嫡子、位子、庶子便先有了，你将我云家的颜面置于何地？殿下，若要我为正妃，我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羞辱，除非沈婉将她腹中胎儿打掉，我可允她进府为侍妾，否则我绝不能看着一个庶子出生，也不可能看着这个王府只有她生的孩子。她若落了胎，我便同意成为景王妃。殿下，你愿意吗？不行，这是我唯一的骨肉，你怎么敢？我为何不敢？你要你的子嗣，我要我云家的颜面，而且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不都是你纵容的吗？傅承安终于低了头，跌坐在地上。郑国公府不是一般的国公府，父兄手中持雄兵几十万，皇后也不敢得罪得狠了。既如此，本宫准了，云初瑶与景王婚约作废。而景王被乳母之女下药绝嗣的事，一下子传得沸沸扬扬。皇上大怒，对景王纵容沈婉婉犯下这种大错失望至极。荒唐！你身为皇子，竟纵容一个乳母之女闹出这等祸事！你知不知道本宫为你谋得镇国公府这门婚喜花了多少心思？结果你居然因为一个乳母之女闹到如今这个局面。我已叫人将你乳母关在皇家的农庄里，等沈婉婉生下子嗣，本宫自有安排。你最好想办法求得云初瑶的原谅。镇国公嫡女，如果你娶不了，她也不能嫁给别人。若另外几位皇子娶了云初瑶，你如今又绝了嗣，沈婉蜀腹中的胎儿是男是女还不知晓，我怕到时候你更难争得储君之位。镇国公府的兵权是每位皇子都想要握在手里的东西，有镇国公府的支持，无疑是得到最强有力的后盾。傅承安回到王府，是不是婉婉害你挨皇上和皇后娘娘骂了？婉婉真是罪该万死，我怕你喜欢上云家小姐，心里便会忘了我，我才做了傻事。可我没想到云初瑶这般心狠手辣，居然将酒换给你，她一定是知晓了才换的酒杯，否则怎么会这么巧？婉婉这么爱殿下，怎么会舍得伤害殿下？是啊，若不是喝合卺酒时被他换了酒杯，我怎么会落到如此下场？镇国公嫡女若不能嫁给我，那么也不能让她嫁给别人。她嫁到哪位勋贵之家，只要不站在我争储的队伍之中，便都是我的敌。初瑶与景王的婚事取消，怕是要起事端。如今太子未定，怕不出几日便会有别的皇子上门提亲。我的初瑶岂不是要沦为他们争储的工具？娶了瑶儿，便等于把我们镇国公府绑住争储的大船上。我突然想起上一世父兄战死沙场，景王还让人做了伪证，诬陷父兄叛国通敌。当时只有骠骑将军魏林站了出来，他说不想信云家父子是通敌卖国之人。最后他历经艰辛找到了证据，清洗了父兄的清白，保住了云家满门忠烈之民。我当时被困在王府不能外出，只有丫鬟告诉我此事，这样的大恩，我只能在那小小破败的侧院朝着边关的方向磕头，谢他护我云家满门的恩情。爹爹，女儿想嫁骠骑将军。好，女儿好眼光。魏林未曾成亲，我与他有半师之意，而且他手握重兵，哪位皇子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你若嫁他，倒是极好。1年前还曾问过我妹妹是否已定亲，难不成他当时也想求娶妹妹？父亲一拍桌子，事宜早不宜迟，我马上去魏府。还没等我说话，父亲一阵风一样卷了出去。哎呀，哪里有女方这么着急上门要嫁人的？父亲担心的事情很快便发生了，我与景王的婚事取消不到2日，二皇子庆王便带了人上门提亲，而随后而来的是景王。庆王兄，初瑜是我未过门的妻子，你这是干什么？承安，你与云家的婚事早已取消，父皇都点了头，满京城都知道了。俗话说一家有女百家求，我为何来不得？云家小姐外会中是精胸飒绿，你不知珍惜，难不成还不许别人欣赏？傅成瑜，你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难不成你当别人都是傻子不成？你娶云家嫡女为了什么？谁人不知？初瑶是我的未婚妻，成亲那日的事我自会与她解释，她只会是我的景王妃。你还是别做梦了。俩人站在院子里就这么吵了起来。正在这时，外面传来喜乐的锣鼓声，一阵喧哗。又有人上镇国公府提亲啊！好大手笔呀！天啊，这么多台聘礼啊！哇！镇国公府外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议论声越来越大。庆王和景王同时看向门外，只见一个身穿喜庆吉服的官媒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位身穿锦衣、气宇轩昂的公子。庆王和景王愣住了，后面进来的人是骠骑将军魏林。父亲和母亲从后院迎了出来。快请进。两位王爷是知晓我们云家今日有喜事，特来一起喝喜酒的。哎呀，消息传得可真快呀！骠骑将军什么时候和初瑶有过交集，居然就上门提亲？景王殿下，婚姻之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魏林是孤儿，但是镇国公与我有半师之意，求娶师傅的女儿。是云小姐是个极好的女子，特意恳求师傅与王爷等人下嫁，得云小姐首肯，特来提亲。骠骑将军什么时候和初瑶有过交集，居然就上门提亲？
靖王殿下，婚姻之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卫林是孤儿，但是镇国公与我有半师之谊，求娶师傅的女儿是卫林的幸事。云小姐是个极好的女子，听说如今与王爷的婚事作罢，卫林怕被人抢了婚事，特意恳求师傅将女儿下嫁，得云小姐首肯，特来提亲。楚瑶答应了，不可能，怎么可能会喜欢你？你这样的武夫，景王殿下慎言，我觉得骗弃将军极好。他英勇骁战，保家卫国，在初瑶心里是个大英雄。武夫又如何？若没有他这样的武夫，哪里有王爷在京城这般富贵安逸的日子呢？初瑶，你今是不是早就与卫林私相授受，私定了终身？难怪连景王妃的位分都没有，原来早和别的男人勾搭一气，这便是云家嫡女的教养。景王殿下慎言，女子的名声何其重要，不是每个人都和沈婉闪一样喜欢勾搭男人，婚前失贞，珠胎暗结。你喜欢那样水性杨花的乳母之女，可我的未婚妻是大家闺秀，我绝不允许旁人随意污蔑她，否则休怪我不客气。就算是王爷，也断然没有随意诋毁女儿家清誉。我便是告到陛下跟前，也有话说。是吗？那就看父皇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吧。圣旨到！一定是母后求了父皇再次为我和初瑶赐婚。我说过，你只能是我的王妃，我不会让你嫁给别人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国公嫡女云初瑶秀外慧中知书达道，特赐于骠骑将军卫林为妻，则即日完婚。成亲后封2品诰命夫人，钦此。臣女谢主不可能，父皇怎么可能会把你赐婚给卫林？他明知我要娶你为妃的。骠骑将军战功赫赫，这倒是一门好亲事。本王到时候也上门讨杯喜酒喝。你和云小姐到底是没有缘分，但是也该大度些。听说新娶进门的那个景王妃是乳母之女，还有了身孕，真是好福气。靖王油咸不够，火上浇油。只是不知景王妃这一胎是男是女啊？说完大笑而去。若沈婉婉这一胎是女儿，景王的前程也是尽断了。我用了父亲的暗卫盯着景王府，听说沈婉婉和她的母亲正悄悄在找差不多时间怀孕的孕妇，以找寻孩子乳母为名，要接进王府里，只等孩子出生，便可以由乳母喂养。我和父兄卫林一起谈起过此事，恐怕不止这么简单。我怕他们是想偷龙换凤。若是沈婉婉生下的是女儿，倘若接进府中做乳母的产妇诞下的是儿子，那事情便很难说了。卫林沉思一下，我派人盯紧景王府，如果他真的敢做这种混淆皇室血脉的事，那可就有意思了。景王可是皇后嫡子，比谁都有可能坐上太子之位。如果他生下的是女儿，那这储君之位就再无希望了。京城里风云变幻，到了沈婉婉发动那日，养在景王府的几位乳母也被人灌下了催产药，提前发动生产。在痛了1天1夜后，是儿是女？是个女儿。没用的东西，居然生下一个女儿！贱人，给我下了绝子药，如今又生下女儿，我要杀了你！殿下，求你别杀婉婉，婉婉有法子。我提前将乳母养在王府，昨日都喝下了催产药，想必都生下了孩子。如今谁也不知我生的是儿是女，只需将产子的乳母孩子换过来，那景王府生下的便只是儿子。殿下，只此天知地知，绝不会再有别人知晓此事。到时候只需1碗毒药赐给乳母便是了。来人，去看哪个乳母生下的是儿子，报过来。启禀皇后娘娘，景王府昨夜喜得贵子。好，我儿有后了。如今我要好好给他选一个正妃，如此一来，把孩子记在王妃名下，也名正言顺。沈婉婉原以为母凭子贵，而景王也不能再生养，那景王正妃必是他囊中之物。谁知皇后却宣布为景王选妃，他仍是王府一个侍妾，连侧妃之位都轮不上。为什么？如今我为你生下子嗣，为何你要娶别人？若不是你，我为何会落到如此境地？景王妃之位你也配？若旁人知道我的正妃是乳母之女，我的脸往哪儿放？王妃要有高贵的出身，有强势的母家扶持，你有什么？什么？你明明说过你不在乎这些，你说过你只爱我一人，会给我王妃之位的。此一时，彼一时。婉婉，你听话一些。等王妃入了府，你若再像以前那般任性，我也护不了你。只要你听话，你还是孩子的生母，王府也不会少了你的吃穿。景王的孩子是皇上的长孙，在百日宴时，皇上和皇后亲自为孩子主持了百日宴。娘娘为了双喜临门，选中了户部尚书的嫡女谢宝珠为景王妃。册封的旨意在百日宴上宣读。沈婉婉煞白了脸。殿下，沈侍妾刚为王爷生下子嗣，想必身子还虚。我们府上有一座庄子，不如让沈侍妾过养上一段时日，等回来后更能为王爷开枝散晚吧。一番鬼话连篇，什么为王爷开枝散叶，不过是将他远远的打发走了。殿下，我不能离开你和孩子，我不去庄子上。婉婉，这是王妃的意思，你且去住一段时日，等身子养好了再回来。孩子交给王妃，她会视如亲生子，你不必担心。沈侍妾，你放心，
我入王府后，孩子会记在我的名下，是我的亲生子一般，我会好好疼他的，你安心去吧。这一句话成了压垮沈婉婉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端着白玉茶杯，轻轻抿了一口。入宫前，我便让身边的丫鬟无意间撞见沈婉婉的贴身侍女，漏了句话，说新王妃入门第一件事，便是要以身子虚弱为由，送她去庄子，去母留子，永绝后患。以沈婉婉偏执疯癫的性子，绝不可能坐以待毙。皇上，皇后娘娘，不行，这王妃之位该是我的，我才是孩子的圣母。放肆！白日喜宴上大呼小叫，成何体统？来人，把这个疯妇拖下去！谁敢动我？殿下，你说过会给我名分的，你不能这么对我。你别忘了，那孩子根本就不是。住口！你失心疯了吗？还不滚下去！皇上，这孩子根本不是景王的亲生骨肉啊，是傅承安亲手害死了亲生女，换了乳母的儿子来冒充皇嗣，他欺君罔上。傅承安，他说的可是真的？父皇明察，儿臣冤枉。这个贱婢是因为没当上王妃，怀恨在心，故意污蔑儿臣。他风言风语，父皇万万不可信他。污蔑你，傅承安，那日臣不敢赛个滴血验亲，验一验你怀里的儿子到底是不是你的种。父皇，儿臣以为沈氏所言事关皇室血脉，非同小可，不如当场滴血验亲，既能辨明真伪，也好还景王一个清白。陛下，亲王殿下所言有理，不容混淆，理定当场查明。当即有不少大臣纷纷附和，傅承安脸色惨白，连连后退。不必，本王的儿子何须验明？你们就是联合起来看本王的笑话。他越是抗拒，众人疑心越重。皇上，皇后娘娘，臣女有话要说。所有目光瞬间集中到了我身上。荀初瑶，这里轮不到你说话，你给我滚回去！景王殿下急什么？臣的未婚妻有话要奏，事关皇室血脉真伪，殿下这般阻挠，莫不是心虚？云氏，你有话但说无妨。回皇上，景王殿下生子那日，臣女恰好得知府中一名乳母难产而死，尸首连夜被抬出府外。臣女觉得事有蹊跷，便让人拦下了官办，还找到了当日接生的稳婆，她侥幸逃过了灭口，如今就在殿外候着。你胡说八道！是你故意设局陷害本王，你记恨我退婚，所以故意报复我，是不是陷害？传稳婆上来一问便知。何况只要乳母的尸身验明她体内的毒药道残留，再太医明她与那孩子的血缘，真相自会大白。皇上，臣已让太医院院正随行待命，随时可以查验。此外，景王府当日负责抬棺埋尸的2名仆役，臣也一并带来，跪好，都可作证景王杀女换子、毒杀乳母之事。证据链环环相扣，容不得半分辩驳。传稳婆，传太医院。白发苍苍的稳婆颤巍巍被带上殿，一五一十将当日产房里的情形说了清楚，细节分毫毕现，听得满殿大臣倒抽冷气。紧接着，太医院也成了验尸的初报，那乳母却系砒霜中毒而亡。父皇，都是他的主意，全是沈婉婉逼儿臣这么做的，儿臣是一时糊涂，受了他的蛊惑。沈婉婉愣了愣，随即疯狂地大笑起来。傅承安，你好狠的心！到了如今，你还要推我出来顶罪！我告诉你，我不好过，你也别想私下里说的那些蒙你的话，要不要我一一说给皇上听？景王傅承安绝嗣失德，意图混淆皇室血脉，欺君罔上，其心可诛。即日起，革去王爵，降为庶人，囚禁于景王府别院，无诏永世不得出。人是谋害似构陷亲王，即刻打入天牢，秋后处斩。只意一下，傅承安眼前一黑，彻底晕了过去。一场盛大的百日喜宴，最终以嫡皇子倒台收场。百官散去时，人人面色复杂，没人再提起这位曾经最被看好的储君人选。都结束了，压在你心里的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我抬头看向他，晚风拂过发梢，两世的仇恨与噩梦终于在这一刻尘埃落定。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了，剩下的日子我陪着你好好过。小姐，都看快1个时辰了，歇歇眼吧。这府里的账目本就清楚，您偏要一本本核对，仔细累着了。将军一早去了军营，估摸着这会儿也该回了。从前在闺中时，母亲便教我，管家理事最忌糊涂，总不能嫁过来，反倒让底下人钻了空子。何况是在景王府，我就是太糊涂，连后院中辈都被人慢慢钻了去，最后落得任人拿捏的下场。小姐，快别说这些了，如今都过去了。咱们将军待您多好啊，府里上下谁敢不敬重您？在说我什么？将军回来了，刚说你也该回了，可不就到了？如常，刚才从宫门过，遇上内侍省的人，递了皇后娘娘的帖子，3日后御花园设牡丹宴，请各府命夫妇。皇后的帖子，她倒是有心，这时候办宴。你若不愿去，
我便替你推了，就说你偶感风寒，不便出席。不必推，如今我是魏家主母，宫中应酬本就是分内之事，总避着反倒落人口实。何况皇后娘娘相邀，不去倒是失礼了。正好我前几日递了一批茉莉新茶，装2罐带去给各位夫人尝尝，也算伴手礼。委屈你了，宴上人多眼杂，我全程陪着你，有不想应付的人推给我便是，断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好，有将军在，我什么都不怕。果真好气度，魏夫人这身真衬气色，模样好，气度也好。夫人谬赞了，魏将军少年英雄，战功赫赫，如今又取得贤妻，真是京中佳话。诸位夫人过誉。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都平身吧，不必拘礼。趁着牡丹开了时的正好，大家都轻松些。骠骑将军去年镇守雁门关，大败北狄骑兵，护得边境后顾惜安稳，是朝廷的劳一件。皇后娘娘谬赞，守边卫国是臣的本分，内子持家有方，确实是臣之幸。臣妾不敢当娘娘夸赞，侍奉夫君，打理家事，才是些分内之道。好，这把新同心选来赐给内外将军与魏夫人尝尝。臣妾谢皇后娘娘赏赐。臣谢娘娘赏赐。魏夫人，早就想找你说说话了。前儿我听人说你在京西庄子上种了不少药材，还特意请了太医院的医女指点。王妃消息灵通，不过是闲着无事，种些常用的伤药。一来营里将士们时常有磕磕碰撞，自己种的药材品质放心；二来也能省些采买的开支，算是尽点绵薄之力。你这心思真是难得，寻常命妇只管赏花穿衣，换了谁得了这样军衔内部，都得捧在手心里。王妃过誉了，臣妇不过是做些力所能及之事。呀，小心！王妃恕罪，夫人恕罪，县主年纪小不懂事，惊扰了夫人，求夫人责罚。无妨的，不过是一杯茶罢了。小孩子家活泼些是好事，哪里就值得责罚了？你看裙子湿了，亮亮就干了，不哭了好不好？这颗蜜是给你，甜的。谢谢夫人，夫人不怪我吗？不怪，只是下次跑慢些，仔细摔着。疼到没有？没有，茶已经温了。糖糕，新蒸的糖糕。慢慢跟着。还是外面自在，宫里规矩多，坐了一下午，腰都酸了。早说了不想叫这样的宴，能退便退。你嫁的是我，不是那些虚礼规矩。我知道将军护着我，可我也不能总躲在你身后啊。我是骠骑将军夫人，总得撑得起这个身份，不能让旁人说魏灵的夫人上不得台面。初瑶，你不需要迎合任何人，你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我娶你，不是让你来应付这些人情世故的，我只想让你过得舒心自在。他未必清楚我真正经历过什么，可他总能精准地说中我最害怕。其实也没什么，多走一步路都怕错。现在我知道身后有你，有云家，心里踏实得很。以后都会这样踏实，边关有我守着，家有你守着。好。都说花比人娇，我看倒不如你好看。将军怎么也说这些俏皮话？3年前，北狄大举入侵，魏灵奉旨率军出征。这3年里，边关急报频传，他大败北狄主力，收复3座边城，逼得北狄遣使求和，立下赫赫战功。今日是大军班师回朝的日子。你爹马上就到了，等会儿见了可别认生啊！你爹可是大英雄，等你长大了，让他教你骑马射箭。才不会认生！娘亲说爹爹是大英雄，恒儿也要当大英雄。初瑶，我回来了。将军，你回来了，平安就好。爹爹，辛苦你了。这3年，是爹爹，恒儿都长这么大了，我没能陪在你身边，看着恒儿出生长大，是我不好。好了好了，一家人团聚，别站在城门口说话了，回府再说。母亲在家里备好了接风宴，就等你了。接风宴。对了，初瑶，你种的那批3七今年收成极好，太医院都派人来问能不能匀一些过去，说是药效比普通的好上不少。我知道，已经让庄头备好，过几日便送过去。
将士们宿边辛苦，药材好一些，也能少受些罪。